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任占敏律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，我们两个是二婚，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的。结婚前他对我特别的好，可婚后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他做什么事都不考虑我的感受。嫁给他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一直融入不了他的家。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嫁给他了。他的脾气太不好了。这么多年我也容忍了他许多，可他根本看不到我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。我现在真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。再婚夫妻心存抱怨，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45岁，来自山东个体；李女士40岁，来自山东全职主妇。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欢迎两位哈。再婚夫妻，再婚11年。对。你们俩有孩子吗？有。多大？今年10岁。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？也有。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？现在不在一起生活。您那边是？儿子17岁。每个月给多少钱抚养费啊？就是孩子一直跟着我就是在我妈妈那边生活。哦，你们再婚还没跟您在一起？对。您呢？我这边也是儿子21啊，也跟我妈在一起。那你们这3个孩子经济压力就挺大的呀？是吗？经济方面就是说大儿子那边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给，因为我妈妈那边生活条件要好一点嘛，不需要。对孩子问题双方没什么争执吧？没有。那什么问题就不想过了呀？他这个人嘛，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简直就2个样。结婚之后呢变成酒鬼了，每天都在喝，每天都在喝，从来就没断过。我就是农村都是施工队的什么的，帮着小活干，有时候请人家监理了，在一块喝酒呢。这不很正常吗？你说的倒是正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你结婚之前是怎么保证的？那之前不是说不喝酒吗？不，我考虑你什么啊？我天天为了挣钱，为了咱这个家。你说的倒是好听，那就是为你喝酒找借口而已。你这天天胡搅蛮缠，我就说你就说不吵。喝酒误过事儿吗？误过。我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，他喝酒喝到凌晨，那当时下雨下的可大了，他半夜凌晨多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连接都不接。到最后就关机了，给我婆婆那边打电话，我婆婆也不接。后来我就趟着水，没过膝盖的水，我还当时挺着大肚子，我去我婆婆那边找他，他倒好，在那边呼呼大睡，就不想着我趟水过去，我会不会滑倒，我会不会摔倒。你知不知道主持人他天天胡搅蛮缠，每次我出去以后呢，打电话一直打，我接通了以后一直骂。就上次嘛，他说的这事儿饭局比较重要一点，我就把那个手机静音了。喝完酒以后1点多了，我也害怕他怀着孕给我大吵大闹，所以说我就去我妈那家了。你是要躲是吧？对。你是害怕他酒喝多出事儿是吧？对。行，还有吗？还有就是他在那个 KTV 里，我给他打电话也是这样不接，我给他朋友打的电话，他朋友当时接通电话，他还不知道是我，就说你是谁呀？我在和美女唱歌呢，就这样跟我说。当时我生气，我就去找他，我推门进去以后，3个男人5个美女就在那里唱歌。不是，你也不能说不分青红皂白，进门以后又打又骂又摔又砸，是不是啊？我感觉我够好的了，如果我不好的话，换成另外一个女的就得掀桌子。你问什么情况了吗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什么情况不重要，这件事最后怎么结束的呀？他抱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这不是要给我离婚吗？后来为什么没有离呢？我求他，我说他，亲戚朋友都劝他。好，还有别的吗？喝酒？还有喝得烂醉如泥，让2个朋友架着回家。然后他朋友走后，我就说了几句，我说你丢不丢人？那么大人了，都40多了，还在外面这样喝酒，让村里人看见多笑话啊！他那个扭头就走，摔门就走，干嘛去了？跟火车赛跑去了。
我们家房后就是火车，然后当时我担心他的安危，我就跟着他后边，他倒好跟火车去赛跑了。不是我为什么出去啊？我每回喝酒回来，他都给我闹。我朋友走了以后，就是我出去找个清静的地方，我想，我知道他又吵又闹。不是，那你跟火车跑谁赢了？不是那回事儿，就是我心中有压力嘛。你看，3个孩子都比较大了，我走着走着看那火车来了，我就像释放心中压力，我就说啊，火车我来了，我就这跑起来了。你看他就说我跟火车赛跑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你那时候你跟火车赛跑的时候，你不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好。看来这11年的日子过得都比较激烈和极端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因为这个事儿我们闹了好久。他每次喝完酒之后跟我说：“啊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”就是然后给我写保证书。还有保证书啊？是啊，我今天都带来了。有律师在，要出示证据啊！不是你把这个拿到上门干什么？你说，你不想丢人呀你啊？哎呦，太逗了！读2封好不好？一个是2020年11月7号写的，一个是2021年元月5号写的。我去 KTV， 我错了。我在此向俺老婆保证如下：一，没有老婆大人发话，不准6点以后回家；二，不准在外喝酒；三，如有饭局，必有老婆陪伴，或给予请假条批准；四，我一定好好爱老婆一人，照顾好一家老小。五，所有钱不准留1分，全部上交给老婆大人。六，一定疼老婆。以上保证不再出现，如出现自己走（括弧净身出户）。写的哈。你自己想想，你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事儿？他不是。好，还有一份公证书呢，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法律效益啊。公证书是这么说的：本人以后不再喝酒，如在外喝酒1次，自己主动和老婆离婚，望领导给予公证。这有法律效应吗？这个首先是这样的，不管是刚才的自己写的，还是这个公证书，那么从法律上来讲都叫书证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可以证明的基本事实，你确实经常喝酒，而且去过 KTV， 这个事实基本是确定的啊。但是呢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结婚和离婚呢都是自由的啊，不能说我这保证离婚就一定要离婚。听明白了。主持人主要是我不写这些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当天我多难受？你意思是我逼你的？就是逼我的。我逼你写的吗？好，你就是逼我的。你可以不写呀。我不写，晚上我能睡觉吗？你可以不在外边喝酒呀，你不在外边喝酒，你不就不写这些东西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自己改变呢？不喝酒还能挣钱吗？啊，你有钱花吗？孩子有钱上学吗？那你说这话，连不喝酒的就不挣钱了吗？是，酒这事儿咱们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有，他是本来就是干那个工程的嘛，就是去年的时候。在工地找了个女的做饭，我每次去的时候，所有的工人都在外边吃饭，唯独2个人就在屋里坐那吃饭，有说有笑的，每次都是。我问一句话，这个工人师傅吃的是盒饭，他吃的是那个女的做的饭？不，都是吃的大锅菜。找了个厨师给工人们做饭的。对，每次我去的时候，人家他2个就在屋里吃饭。我跟你说。这个事儿我说不行，行不行啊？我说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啊，您说，就是我工地上工人比较多嘛，20几个人，外边都是男工人吃饭，一个女的做饭的，到我办公室去吃个饭，怎么了？那你是女的吗？外边的全是男的工人，然后你是女的呀，他要跟你在一起吃饭。好，这就是胡搅蛮缠，我跟你说。我胡搅蛮缠。我每次去的时候，2个人就在那坐着，有说有笑的在那吃饭。到4、5次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就来往那个她的碗里夹肉，你说我气不气？我上去就把那个女的揪着头发按到地上了。可她呢？你问她是怎么做的？不是你啊，不是，人家那女的就不吃肥肉，我就愿意吃肥肉，怎么得给我夹块肉？怎么了？都是工友。工友就是工地上就你一个男的吗？这咱说事实不说情绪好吗？您去了之后把人那女厨子按地上了，是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会他们在拉扯的时候吧，主持人，我就扑了一下，他裤子下坐地下了，坐地下的时候他就说我打他。你那是拉扯一下吗？在办公室里。你简直就是推我。
在办公室里又吵又闹，外边有20多口工人，一点面子不顾，最后给我放了一句话：“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”啊，他就开车就走了。当时我害怕嘛，我就开车在后边跟着。他就在我们附近村上进了一个山东化肥，买了一瓶农药。我以为生气这回怪好呢，是不是？还想着加点庄稼什么的。没想到他回到家以后下了车，拿着农药就往嘴里灌。哎呀，那吓得我就去拦他。这不都是你逼的吗？如果你跟那个女厨子清楚的话，我能这样吗？还不是你没搞出来的那些事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是你自从生完孩子以后，在家闲得慌，没事胡思乱想。我是要出去，他就说你干什么去了？这个那个的。就总而言之，不太相信你，是吧？对。行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。还有啊？对，我的天，他说为我好，每次都是说，哎呀，我出门挣钱不是为了你，可是你怎么做的？居然背着我藏私房钱。那是私房钱吗？那不是私房钱吗？用别人的身份证办卡，那不是私房钱吗？他这人就是天天胡搅蛮缠，乱花钱，你知不知道？每次工程款过来，叫他这个工程吧，最后剩了2万吧，我就给他1万5，我就说就剩1万5了，就那5000块钱，就是我弄个卡，我存起来。我就怕他天天大手大脚的花，你知不知道？孩子，咱们3个孩子都大了，你知不知道，媳妇啊？咱们3个孩子都需要钱，啊，我存一点，就是怕咱们真正需要钱的时候。到时候我能拿得出来，我像一个父亲一样，我像一个丈夫一样，能拿出出钱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用别人的身份证开的卡，谁呀？对，用他朋友的身份证开的卡。行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。还有呢？有，他每次都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家人对你多好，又是给你吃给你穿，你以为我不想出去上班吗？你说的那话好像是我不想出去上班，是因为我生了孩子，谁给我帮我带孩子了？你妈帮我看过1天的孩子吗？你怀孕的时候，我妈没照顾你啊。你生完孩子，我妈没给你洗戒指，没给孩子洗戒指。我跟他过了这11年，我都感觉我融入不了他的家庭，他也不把我当人，他家人也不把我当人。他总说我妈重男轻女，我没俩生了个女儿，他总说这个。我妈年龄多大了？今年都70多了。他让妈看孩子，那孩子小，他跑得快。我妈刚进胡同，我女儿又跑这边来了，他根本撵不上，他怎么跟看孩子法？那是撵不上吗？当时我说什么，你帮我看一段时间孩子，我出去上班，结果给我看了5天孩子，3天就把孩子那脸上摔的掉皮了。到了第5天的时候，他说我什么？你上什么班上班？你上班挣的那点钱都不够给孩子看病的，就这样说我。我说的没错啊。我不是想帮你减轻压力吗？好，别喊。还有一次。还有呢？对，还有一次。我老公他外婆过周年，本来他那时候在外地想着让儿子帮他去，结果大儿子有事也没有去。回来之后他就打大儿子，我婆婆从中拦着，就那嘴里就说有后妈就有后爸，那意思就是说给我听的，那不就是败坏我吗？说我吗？那是我妈说我呢，你都把这事儿也扯出来了，你说？当时你说我在外地干活，就是我姥姥过周年，我给我儿子打电话，我说你去吧，他奶奶自己去不好。我儿子呢，当时也忘了，就出去玩了，我就回来打我儿子。打我儿子的时候呢，我妈就护着。我妈就说了。那你妈说的那话不是说给我听的吗？有后妈就有后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意思就是我教唆你打自己的儿子呗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你这人就是天天胡搅蛮缠，抠字眼天天，我跟你说吧。哎呀，败坏的我少呀！每次我从邻居嘴里都能听见你妈在说我，嫌弃我，看不上我。好，你不傻，你不傻。听懂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主持人，这11年我过的是昏暗的日子。哎呀，我每天都害怕天黑，一回到家，做饭了吗？没做。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做。你在外边潇洒，你在外边你那娶什么媳妇啊？你要什么孩子啊？你可以选择不结婚，你自己单过多好。你看，我一说这话就是这样。我回家我想吃个热乎饭，你给我做了吗？每回都是先把中午的碗给我刷了啊。你在做饭，你说我累了1天了，我再给你回家再刷碗，你说我喜欢回家？那不是偶尔吗？1年365天，偶尔300天，始终在偶尔。没人帮我带孩子，我再带孩子。是，孩子马上比你都高了。还有啥？那你为啥藏私房钱啊？那不是私房钱，我这个心里没有2心，他大手大脚的花，我再把钱全部给他，儿子、女儿。
他老人，他所谓大手大脚是什么意思？你问他，你叫他自己说。我没有大手大脚啊，我就是平常买点衣服，买点化妆品啊，家哈穿衣吃饭这些你都满足不了我，你娶什么媳妇你？你说，往下说啊，继续说。不是他一年大概挣多少？咱家里花多少？结余多少？他给我的钱也大概就10几万吧，一年。没有结余。没有，因为孩子老人都需要花钱呀。一说什么的，就是没钱。我每回你看看你的转账记录啊，1个月之内我给你转几万。孩子不需要花钱吗？不需要吃饭吗？所以你那个意思是一年他花的不止10几万是吧？不止。大概在您心里面大账，一年您交回家里多少钱？20吧。我没有收到，我没收那么多钱。是，行，你没收到。您觉得老婆花钱花的比较冲是吧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我姐姐家孩子结婚，这是喜事儿，我们必须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换一身新的。那不是为了给你装面子吗？行啊，正常。我大姐的孩子考上大学，是我升学宴，不行，我得换上新的，这也换上新的。我表弟结婚，我表弟生孩子，我表妹结婚，我表妹生孩子，你一年换多少套？你知道？这不都是为了喜庆吗？我没穿着土里土气的去吗？这大概衣服的价格是在一个什么价位上？1000。1000块钱一身也不多吧？衣服是不多，主要是回回换首饰，谁都受不了。哦，就是参加这个，除了新衣服还得配新首饰。对，我感觉挺洋气的。再说了，是新款。好。哎，今年的8月15，你问问他办的是什么事儿？我办什么事儿了？8月15的时候，我中午的时候陪着我爸爸我妈吃了一顿饭，我就想着晚上陪着他妈去过个中秋节嘛。结果呢，他妈是怎么对我的？做好饭了，往那坐的时候，我婆婆就来了一句：“我不饿了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”这不就是撵我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妈今年多大了？你不知道。76了，不是？77了。那不一样吗？我说的周岁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去年的时候我爸爸去世了，我妈呢这个脑子可能是不太好了。他记得什么事是8月15啊？他记不记得？他是长辈，他是老人啊。只要是健康，就是我们当儿女的福。我为什么摔门而走啊？他那说那话不就是撵我的吗？他老了，他不记得，就你能，就你记着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，这些节日我跟你说啊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，都是他逼我记住的。我跟你说，什么节？2月14、7月7、8月28、9月10号、10月6号、10月16、10月26。你看看这才多少节日了？不是啊，这是什么节啊？你还差一个节8月28是我女儿的生日啊，这个该记啊。10月6号是她的生日啊，10月16是我小儿的生日，9月1号是我大儿的生日，9月10号是我的生日，3月28是我俩结婚日，7月7是牛郎织女。每次过这生日我都害怕，你知不知道？怕啥？喂，老公，回家吧。我一听毁了，每次都要礼物，每次都要惊喜。买个榴莲的时候，他吃完榴莲，把榴莲皮放那哈，叫我回榴莲皮，叫我演示一下。你说有这样无理取闹的吗？你说？我这也不是让你记住孩子们的生日吗？我怕你忘了呀。不，这个倒无所谓啊。为什么吃完榴莲以后要跪榴莲皮啊？就是我跟他开玩笑，我就说，你看现在网上都跪榴莲皮，我说你跪一下，就这样。他自己当真了，那什么办法？老李，你跪没跪？我跪了，我不跪他给我闹。哎，你当时为什么娶她呀？哎呀，说实话，当时的时候谈恋爱之前，他这人一，他长得漂亮点，说实话；二，他也挺体贴我的。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，我也感觉他变了一个人，就像一个泼妇似的，你知不？天天。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不都是你逼的吗？不都是你全家人逼的我这样吗？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今天您来这儿干嘛？不改这些臭毛病，我就不跟他过了。不过的话有什么要求吗？趁着律师在哈，咱就咨询了都。让他净身出户就可以了，我带着我女儿过。名下财产有哪些呀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房子不是有吗？房子是我自己的名字。对，不是你们结婚以后买的。是我买的，但是当时他说写出他自己的名字，但是我知道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只要是婚后财产，既然是写你自己的名字，但是离婚的时候也有我一半，这事我明白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那也可以放弃呀。我不放弃。好，除了房子呢，家里还有存款吗？没有，1分钱都没有。
有几千块钱得给孩子交学费呢。几千块钱？这么多年我挣几千块钱？我的天哪！你叫人家这主持人给他导什么他妈笑话？45了，今年我就存了几千块钱。那不得孩子需要交钱吗？都花在学习上了，花在吃喝用度上了呀。但是我发现咱们家的那个小橱柜的那个首饰可真不少啊！啊，他说什么？你看看这金子涨价了，老公，咱们赚了一笔。哎呀，这是给女儿存的嫁妆，你那个你都惦记啊？行，咱都是你的，对，都是我的错。老李，我问你啊，你现在有多少存款？我现在，他如果真的给我离婚的话，我现在那边兔市场还欠我26万，那边工地还欠我15万，我有40来万吧。哦，这钱是你不要的，对吧？我为什么不要？当时他干活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家辛辛管孩子呀，照顾家呀。懂了。这婚你离吗？不是主持人，我来这地方，我不是来离婚的。哦，你是要好好过是吧？我是来让你和导师们开导他。你都暗无天日了11年，你干嘛不离呢？你现在这，说实话，啥孩子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愿意离还是离不起？哎呀，说实话，真离不起。哎呀，闺女就看你们这么打着长啊。不是，我们一般就是说吵架的时候都不当着闺女的面。你怎么可能啊？就您这脾气。在老家住的时候，如果吵起来，我们2个就去大路上，后边就是漫天地，我们去地里。去地里干嘛？打架呀。你打得过他？我打不过他。行了啊，我什么时候能打过你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胜过，都是他是这个。每次他打我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挡，他说不许挡，隔得我手疼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李先生，你要不就你别管他一段时间，你别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，让你下跪你就下跪，你连尊严都没有，你要什么爱情啊？不是，导师，我说一下，这个家庭不是讲面子的问题，这是在家里，她是我媳妇，她跟我一辈子，是不是啊？那你现在让我们来干什么呢？你现在不是让我给你支招吗？不是，我叫人开导她，我不想离婚，主要是你不管他，你不搭理他，他不会越来越演越烈的。是你的纵容、你的骄纵让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既要又要还要，你自己知道这些毛病啊，你别惯呐。我们拯救不了你们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知道吗？不，现在我都不想挨了。说实话，我是你不想挨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告诉他，你再敢动我一下，你拿不到一个子儿。你看他敢不敢动？他敢。他敢动你就不给他，随便他怎么闹，只要你还想妥协，他都觉得反正你就是离不开我。告诉他，我不能接受你这样，好好说话，不要欺负老实人。姐姐，整场听下来，你真的够欺负他了。他到现在为止，他都说他不要跟你离婚。我跟你说，姐姐，别说他离不起婚，你也离不起婚。你要真的有哪一天你把他逼急了，他真的不要你，真的不爱你了，你觉得你有重返职场的能力吗？以后如果你的儿子娶了一个像你这样的夫人，你会心疼不？你会受得了不？就干嘛呢？这所有的话都说那么难听，而且姐姐您上来，你这个声调就在3声以上，这平声你就没下来过，就你这么高频率的输出，你累不？我平常就喜欢大嗓门儿。是你喜欢大嗓门，可人家不喜欢听啊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听的大嗓门，除了你的老公，他可能也不喜欢，他只是不敢。我先纠正一下这个女士的刚才一个认识的错误，那个房子不是你个人的，因为这个房子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，包括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甚至从法律上讲知识产权呀、经营的收益啊，这毫无疑问虽然写在你一个人名下，但也是夫妻共同财产，除非你们之间有约定。目前你们没有这样的约定，除了那保证书其实没有约定啊，对吧？李先生这样，你不应该隐藏钱。那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，你离婚时如果你隐藏了5万块钱，那么你这5万块钱是离婚时是可以不分或者少分的。这离婚时，那么离婚后女方发现你有隐藏钱，还可以再次起诉，再次分个这笔钱的。
对吧？所以说你发现没有，女方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敏感。比如说你工地上出现的女厨师，李女士呢可能就想的比较多。那越是这样，你越不能去隐藏钱啊，你越应该向着公开，这样你们之间就有一个相互的理解扶持。幸福的婚姻一定是相互之间的扶持和帮助以及谅解。其实李先生，我觉得你挺幸福的。为什么？我幸福啊？对，你发现没有，女方其实还一直牵挂你，被人牵挂是一种幸福。你们虽然是半路夫妻，半路夫妻不仅是各条心，半路夫妻往往是老来伴。虽然你们这个夫妻吵架，但是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。对。第二个女士，我觉得其实你更需要改变。你首先要好好说话，尤其是你的语气和情绪。你换了谁，我觉得可能都受不了。好，谢谢任律师啊！想了解任律师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可以去加北京冠理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，你有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，就可以在那个上面进行一些咨询了。接下来我们请小鹏老师说两句。我真不知道我们要说什么，人家两个人过得挺舒服的，一个愿意打，一个愿意挨，一个愿意花，一个愿意给，一个愿意骂，一个愿意跪。你俩不是挺和谐的吗？你俩有爱吗？没爱啊！两个孩子扔在老人家里边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说我婆婆从来不给我带孩子？那个儿子不是他的吗？你俩结婚了，孩子不该由你们抚养吗？什么叫你婆婆不愿意给？11年了，还有你的儿子，你不该管吗？我开始还想着二婚夫妻家里3个孩子多幸福呀，结果没想到变成了3个孩子，2个孩子在各个老人家。你们有爱吗？你们连基本的亲情都没有。如果你俩觉得这个日子继续打下去挺幸福，都不愿意改，挺好，继续过。如果你们想改变现状，首先做一个尊重人的人。你婆婆帮你了，老人如果真的年龄大了，就算他说一句话我吃饱了，我不想吃，不可以吗？你就说行，妈没事，您旁边坐着，我们陪老人聊聊天，这不就基本的孝道了吗？别再闹了，别再吼了，好好的善待你们现在的女儿。你们俩吵了半天，我没有听到孩子任何的话。你说如果你们上来吵孩子教育，我还觉得哎呀，这两个父母挺好的，吵孩子教育。你俩吵的是什么？吃喝拉撒玩，就你们两个的事儿，真的太破了。11年了，夫妻，咱甭管半路不半路，你们过了11年了，应该相濡以沫了。理清几件事嘛。首先第一个，1年交10几20万，交了至少10年吧，他做过工程的，在村里面1年20万，你能花光剩几千块钱，你手上至少50、60万，不用争，这个钱你放着啊。真的人家打离婚官司，你以为人家查不出来呢？你要的根本从来都不是离婚，你要的是更多的钱拿回家，更多的时候人回家，你好好的让我管着你，无非就这点事儿吗？你有这样的需求，你好好说这样的需求吗？再说了，你说二婚有2心，你自己的2心比他多，进了你这儿1分钱都拿不出去啊。好，这是你的事。至于你 KTV 喝着酒，有漂亮小姐姐陪着你，你说哎呀我钱全部交回去来了，可能吗？他手上也有钱，一样的。你们俩，我就问你们幸福吗？11年了，不幸福。你回头看看你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撒泼撒到最后，你的生活过好了吗？两个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整整11年是相互欺骗的11年，而且是彼此知道你在骗我的11年，你们在过个什么呀？所以今天不要觉得哎呀我管住你怎么样，你把一个人管住了，但是你没有付出感情的时候，他也不会付出感情的，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，你们中间隔着如山如月，一座大山隔在你们两个人的中间。谢谢陆琪老师。有很多观众朋友想找陆琪老师啊，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老粉丝群呢，陆琪老师还有课程送啊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字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改掉你这些毛病。我呢，到这来也不是来跟你离婚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呢，毕竟11年了，
有自己的孩子，孩子们都大了，我就希望你以后改掉这些臭毛病，大呼小叫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因为咱孩子以后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呢，在外边我一定会拼命挣钱，把挣到的钱全部给你，也不会再藏私房钱。我们好好过日子以后，一直到老。最后给一个中肯的建议啊，从今天开始，财务真的做到公开透明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家里就剩几千块钱是个气话吧？应该不止几千块钱哈。是。你下次换个话跟他说，你说老李别喝酒了，哪天你突然喝死了，我带着这么多的钱仨娃，我再改嫁你这事儿，你看他还敢不敢喝？老李想过这事儿吗？没想过。要想，少喝点。行了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公，我希望你就是以后少喝酒。行，对自己的身体好。抱抱。行，我以后少喝点。行了，为了3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来。谢谢4位导师，感谢主持人。谢谢导师们。希望今天成为他们婚姻新的开篇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结婚39年了，一直都是他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，可他管的一点都不好。这几年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，我现在干啥都伸手向他要钱，他却说没钱。我觉得他就是不想给我，这种天天伸手要钱的日子，我真的是过够了。他就是一个自私又无情的人，关键时刻根本指不上他，钱怎么能给他了？我们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谁都不愿意搭理谁，我也不明白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怎么过得就和仇人一样呢？让我们请出这对夫妻。男嘉宾王先生60岁，来自山西退休；女嘉宾李女士60岁，来自山西退休。主持人好，好。结婚39年，对吧？对。说说吧，今天想干嘛？今天我来吧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压抑有点。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还能挣2个钱儿，现在老了挣不来钱了。我有个病，那个糖尿病，现在我有点吃药，没钱，我现在可怜呀。糖尿病的药不贵呀，不贵也得每天吃呀，那药的。不是，他这个身体吧，他也有10多年了，他自己矫情，根本就没有说是自己自食其力过。啥叫没有自食其力过？对。他这么多年他就没有挣过钱。谁说的？我年轻时候我也挣钱了呀，现在身体不好了，挣不来钱了嘛，对不对？年龄都一样大，你不挣钱，你以为我挣多少呀？你说你让我养活着你啊？这怎么都牵扯到养活了？我的挣的钱啊，都让他拿的。不是，您到底挣过多少钱啊？老说挣钱。结婚、打地摊、开饭店，也挣过钱嘛。那会儿我只留个盐钱，其他的钱我就全交他拿的。现在我没钱了，我问他要钱了，不给。19年拆迁了，给了我120多万，这不是有钱吗？有钱了吧？他留了10万，我留了10万，留了个零花钱啊，100万，卡写着他的名字。那你给我了，那就属于我的。给那是养老钱，那咱养老钱。养老钱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啊，我那100万我也没有自己花，我全都是给孩子们成家呀、娶媳妇的时候给彩礼什么都花了一部分。那因为都花了，儿子娶媳妇我也知道花多少，对不对？装修家我也知道花多少，剩下的钱了嘛。我跟你说，你也别找那个借口啊！你现在跟你无非就是想问我要点钱，但是你这个钱从今以后我是不想给你的，我也不能给你。为啥？给了他钱，他就是个人主义，就自己去旅游了。但他旅游的时候，他
从来都不带我。你带你玩过没有啊？带那么一两次。刚开始给了我那有钱啊，带他出去玩，吃个这也叫叨叨。我买小土产也要叨叨，是不是？那本来就是嘛。以后还带你玩去了。你说出去一天的花销有多大呀？家里面那点钱，说句实话就支撑不了你这个旅游的这个。并且他完后不带我的时候，他就带别的女人去玩了。你充嘴胡说了，你这是啊！你充嘴胡说，我就没事儿告诉你啊。有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去哪旅游去了，我说来，你把你旅游的地点发个位置，或者是你觉得有意思？给我谈谈你们几个朋友在一块的照片，他一次都没有答应过我。你觉得有意思啊？怎么没意思呀？我本来玩圈的好心的给你打个电话，别给我打电话啊！你出门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啊！去到哪儿了噻？你旅游成了你的正当职业了。有一次我记得就特别清楚，我也挺伤心的。我那天时候出去干活去了，我把我的脚给扭伤了，被别人搀扶回来的。我进门时候他不在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3、4个电话他都没接。后来时候拿起电话来就是说咋了？我说我脚扭伤了，要是扭伤呗，扭伤在家歇着呗。我以为他会同情我扭伤不能动，结果到了晚上回来时候没有问我你的脚怎么样。当时时候我也在气头上，我也就等他问我这句话，他没问我。他在他那个隔壁屋里面睡了以后了，早上5点钟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卫生间里面洗洗簌簌那个声音，他门哐当一声给出去了。我以为他是在遛弯去了，结果等了1天没回来，这个弯遛得好长呀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那整整走了1个星期，他没有回这个家，儿女不在跟前儿。然后我自己做饭之后，我都是一个腿，我蹦来蹦去，旅游呗。前几天我就跟朋友说好了，就说你爱玩，给我开车，看他带我们出去逛悠逛悠去。结果晚上他说脚扭了，我跟朋友们都说好的，脚扭了那不是个大事儿，对不对？你的那还不是大事儿哦。我跟你说，脚扭伤了不能动，你就不能跟你的朋友就说，哎呀，我今天不方便出去了。大事儿的啊，我老婆脚扭伤了不能动，我得在家扶持她。听懂了啊。可是你这个吧，就算是脚是小事，脚离心脏特远，他死不了。我告诉你说，有一次长一个甲状瘤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时候我呼吸非常困难，大夫建议我做个手术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这坏事了，长东西了，我挺害怕的。说句实话，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他能安慰我说别怕，有我了。他没说，他当时的时候就说是那就不至于要做手术，那么点小事情怎么做手术？可是我当时时候呼吸都上不来。他当时的时候那几天没管我，当时时候是我一个妹妹陪着我去的医院检查，完了以后呢，到做手术那天时候让签字的时候，我当时电话都不接，最后一次通电话了，我说下来给我签个字要做手术，他说根本就用不着做手术，我不管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当时时候我和那个大夫商量，我说我能不能自个儿签字？不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也是我住医院，他没管我，我心里也憋屈了。正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没管他，这是真事儿，这是我也没管他。你住什么医院？他没管？我检查身体这个血糖20多个高，当时也是。我住医院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去的，只有一个堵了个气。他住院确确实实他让签字了，我也没去。他这个人吧，就是特别的活得自我，特别自私。我儿子结婚以后跟我生了一对双胞胎，负担重。我就想着我平常有点积蓄的话，我会贴补儿子。哎呀，知道以后就是大吵大闹，嫌我把钱给别人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老了应该他孝敬我了，不是我孝敬他。你平常要坐到这个父亲位置上，心疼孩子们，孩子们将来老了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孝敬你，对不对？他们困难的时候你管不了他们，到了你老的时候，你怎么有脸去让孩子伺候你？那俩娃娃我接不接？我送不送？管不管？是你管了，下了学回来还是这帮爷要吃这要吃那的，也问我要钱，兜里比脸还干净了。你平常有钱他不节约，反正我要比如说我今天给他200块钱，他今天出去要是这200块钱花不了，他是不回来的。你说你的兜比脸还干净，谁造成的啊？老王，说句实话了，我儿子用他一次车，出门的时候不吭气，一上马路老子车没起油，你给我加油。我儿子没钱就是没钱，加不起油吗？咋了？没钱加不起油，不可以。你在外面旅游，你和别人玩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加得起油？玩的别人加油了，不是我自己加的。咱就说句实话了，儿子回来了是不舒服，跟我说了，我说那是你爸，加点油也无所谓。但是我家姑娘了，就和他弟弟就称呼就说了，说是看看爸爸这个人就用不起。我们也不是不跟爸亲，但是我爸这个人吧，真的是用不起。就现在你在家里挺孤立的是吧？是对了，儿子不理我。姑娘不理我，
孙子现在吃不上爷爷的，不想理爷爷都。我现在这个要求，就是每个月给我点钱，对吧？给多少钱？咋就不给1200-800？我问您啊，你媳妇儿对你怎么样？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饭我自己做，衣服你自己洗，想穿个白的我都不敢穿。两口子都是互相的嘛，我也给你做过饭嘛，你凭良心说是做过吧？我做好了。你知道我不吃辣，给我炒个辣子白。哎，这就给我做饭啊！你不吃辣，因为你不吃啊。我不能说我干一天活回来，我磕成你的那个口味去做。再说了，我做的时候我好歹是一人一碗盛出来了，他一做饭他就是连锅吃。哎，我问点其他的问题啊。你们俩现在生活里什么状态啊？首先我也不怕你们小红，我们整整分居10年了。比如说呢，我今天晚上下班晚了，我回家进门的那一刻，他在沙发上看电视了。当我进门的时候，一换鞋子之间，他马上关掉电视，进了他卧室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为啥和你说？以后直接说孩子要钱，一要钱就生气，看见就生气。你除了钱你不说话是吧？你就认钱。你看见就生气了。你就认钱。前一段时间吧，我家姑娘坐月子，我吧总觉得现在人们都有一个潮流是做个月嫂，起码让她做个好点的月子。我跟他商量了，我说给姑娘咱们吧，一个月吧也就是13000，咱们给姑娘请个月嫂，你也帮忙，让我拿一部分完后给姑娘怎么？马上就横鼻子瞪眼的就说啊，凭啥给他请月嫂？那姑娘家的事儿，人婆家不会管，人家老汉不会管。我要钱没有，给姑娘就有钱了。你的意思是我把那1万多给你，你就比较人家有婆家了，不用你管。如果我要给你那1万多块钱，你可能半年不认得家门。不是，结婚39年，这钱谁在管？我管。那时候您做什么工作啊？我跟你说，我10多都是打地摊，开个小饭店。你们俩不是一起吗？我带动他去干。就是他是给您打工的，是这意思吧？也可能吧。我给他打工了。你给我打工，但你拿的钱都比打工的高得多。我给你打工，要的时候有叫着高兴的要个3头5餐，30、50也是我给你。等于你们是夫妻店里面妻子主事儿，对，先生是出力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这个店多少年不干了？自拆迁了以后就没干过。也就是说，120万实际是把你们那生意全给买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在此呢，你生意那么多年，应该没少挣钱，那些钱呢？那个时候孩子们还小，在养活这个家庭。哦，所以说实际上面，您所有挣的钱，要往哪儿去支，都是您来做决定，对吧？对。在您的心里，这就是一个长工，是吧？老公兼长工。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了。就老公，没错。老公也不算老公，他没有做到那个。老公都不算老公了。咋不算老公了？我跟你说，老公应该。儿子哪来的？姑娘哪来的了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外人生的，我不是你老公，行吧？你那么自私。别说气话。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他，我真的给不了他。我的辛苦，他就以为我每次都在打麻将，你是不是这么误会我的？你说还有上大几10万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有没有？我其中一部分我跟你说了，是你记性不好。我跟朋友你做投资的时候跟我赔了。不是你跟朋友做投资的时候跟他商量过吗？当时没有商量。为什么不商量？他老是说呢，你想干啥干啥，你别跟我说。他那会儿的心思就不在我这儿，他在外面他聊得可火了，他根本就不在我这儿。一天到晚胡说八道，你给我告你就胡说吧你，那是一辈子养老钱让他给我挥霍光了。那我也不是自愿的，我当时时候我也是想为家里面再挣点回头钱的。听懂了。你们打算怎么办呀？不是，他就不理解我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能出去给他那个小饭桌做饭，挣点小时工钱，他都觉得我是打麻将啊！你又打麻将去了？我说是，我不能告他，我一告他，我有点钱，他马上就得要，不给就得吵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您还在辛勤的工作，他已经躺下来养老了。对。他是没有资格躺下来养老的。对呀，那你不能干点别的，你就不能应聘一个什么萌宝什么千人800元的，给自己闹点。那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养老的钱被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霍光了，我可不可以这么想？他这个吧，也可以这么想。要是真的，这个是吧？所以讲他这个钱哈，我就不相信他赔了。平时他也不是大吃大喝嘛，爱穿爱戴的，他还挺顾家的，这一点我也承认了。正因为这一点，我就相信他钱不会赔的。懂？那就打算怎么办嘛？他不理解我就没办法过。好，他要理解你，他做些什么，你觉得能够继续过下去？我就想让他自食其力。他现在需要出去打工。是。我也不多要，给我个药钱，给我抽个烟钱。咱老了，你要让打工是不可能的。没有，你休想从我这儿拿到1分钱。行，如果人家不给你怎么办？不给我咋呀？有时候老妈
咱说实在话，老妈节俭点。您母亲一个月我母亲90多了，她一个月3头500的。那你母亲给你那部分钱呢？节俭点，我抽烟。还有脸说，上有母亲养着，下有儿子伺候着，中间还有老婆替你花的，你多好。我心凉了，我的钱大几10万都没拿，我早就心凉了。哎，这次听明白了，那你没有想到跟他分开啊？我要守着我的那套房子，走也是他走，我不想走，我这么这房子谁的房子？名字是写的他的，就是那个拆迁以后补偿的。哦，所以您在要守房子。那我肯定，你不能说我混了这么几10年了，我啥都没有。他有住处没事，他早了就可以去姑娘家住，我没走的地方。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啊？听见没有？你看看没有？你还想让我说我追你了？那谁追的谁啊？他。我追你当时那挺好的，我想着现在成了这的。行，还过不过？你看他的态度吧。他能自食其力，能把自己的那点零花钱能自己给自己挣下。你要改造一少爷，为什么不在少爷年轻的时候改造，要到少爷老了不行的时候改造？你怎么想的呀？因为那个时候我能挣钱，我有那个本事养活他。我现在我不行，我没花你的钱。我现在老了，我也挣不来了。你要抠我的那一点，我也没有。你觉得30多年他疼过你吗？没有。所以现在你已经不需要这个男人疼你了，对吧？不是不需要，我从来没有。就现在还需要。我需要他根本就做不到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我老了，啥也干不动了。你别了，人家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不能出去干活，就在家里好好疼我。疼人会疼吗？会疼人。说句不好听的，10年了，我们今天说话是最多的。那你为啥不主动跟他说啊？他不搭理我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是不是？是。当能拍响时，我就是玩也算了。所以最后你是不是心里就发现说钱是最好的？那我有钱，我能买他开心呢？来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觉得2位，我说句可能晚辈不尊重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对彼此不怎么善良的一个状态里。这可能你俩现在还能鼓着一口气儿呢，就是为了钱。李女士其实是憋着一口气儿。对。他现在为什么不给你钱？我跟你说，不是说他真的穷到他没有1分钱可以给你，他就是不想给你，因为你这10几年你没有让他过一天舒服日子，他觉得他没有享受到来自于你作为丈夫的这个家庭的情绪价值。还有一点就是王先生，我确实觉得您像一个60岁的巨婴，您一个90岁的母亲，你都好意思需要他的救济，我的天哪！其实当你的夫人把那些钱赔完了，那一下当刻开始你就应该醒过来，你已经不是一个靠拆迁你可以养老的人了，你尽早醒过来。你因为相信了他的认知，导致这个结果是你们夫妻要共同承担的结果。就如果你能够跟他好好说一句，说老婆这些钱亏了，我们从头再来，我们把日子过好，我们各自努力，我觉得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对您。那么话说回来，阿姨，其实我觉得你对他是有一点过分的。您再怎么有气儿啊，他吃药的钱要给他，或者是你帮他把药买好，放在家里，让他有药可吃。有的时候，不是不给他买，也就我要发言。我吃血糖药，问他我吃的什么药，多少钱一盒，问他知道不知道？那您不能要求你伤害了别人，还要人家无条件的爱你。您不要再计较了，你现在自己既不愿意出去赚钱，你还想要有人救你的命，对吧？我就告诉你，谁给钱谁是大爷，就这么简单。行，大爷回家给我点钱可以吗？你不能这么跟你的金主说话，这样不好。阿姨是这样子，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啊，我们都看到了60岁的一个巨婴老爷爷，老顽童是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您对他心里还有点期待，否则你不会说，我觉得一个房子去留一个人10几年，我觉得这事情是留不住的。对，其实阿姨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的无情冷酷，只是你们2个长了一张嘴，谁都不会说话，就这么简单。换句话说讲，现在要离婚，你们俩谁也离不起。叔叔，你再去找一个老伴儿能够比这个好的，别做这种投机主义，别这么想。现在想的是赶紧怎么修复你的家庭关系，你不就是要点药钱要点烟钱吗？你这么横干什么呢？你不要这么横，他很简单，你去哄哄他，好跟他说话，你在乎他就好了。
你们各自给一个台阶下，好吗？生活了30多年，但是呢，其中有10年呢，处于冷战，而且刚才李女士也说了，休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对，其实我为这个王先生感觉挺可怜的。什么造成的呢？原因很多，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，就是好好沟通，认真倾听，就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家风。我们之间的沟通确实太少了。这里面好好沟通前提是要有一方或者2方要主动沟通。10年不说话呀。他在外面对别人的影响特别好，在外面是笑得跟花似的，回来我家里面脸就不会笑。这不妨碍呀，你回家还可以沟通呀，你可以主动打招呼。我外面辛苦上1天，我和他主动。我是女人呀，我养活了你几10年了，当他老了，你不能缓过来养活我一段时间吗？养我了，哎，你们目前这种状况，其实双方都不舒服。是，这是我谈第一点。第二点是这样的，民法典明确规定，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。李女士，这个话我主要说给你的。什么是平等？怎么处理？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。我主要说的是使用。我不相信那100万拆迁款现在1分钱都没了。我总得留点救命钱吧。你看，一旦离婚，你掌握着钱，我跟你说，举证责任在你这方，你要向法官说明你的钱的动向，怎么花的。老师，我打断你一下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就是经过那么2件事情，我发现，如果我要是有一天我躺在家里面，我不是病死的，我是饿死的，明白吧？他不给我做饭，我吃不上，我就得饿死。这就是我要谈的第2点。民法典还明确规定，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。这个义务体现在3个方面：第一，生活上扶助，经济上供养，精神上互为支柱。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出现在经济上的供养。60岁的老大哥了，看病都要给你要钱，他现在要这钱不是去旅游呀，他是治病呀。他已经晚了，有钱的时候干嘛来着？这个和早晚没有关系，这是法律上的法定义务，不以你的情绪，不以你的认知为转移的。但是我觉得你那个钱到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留一些富裕，自己给自己存下一点？留点富裕你们商量呀。能商量来吗？告诉你，我就跟你前面就说了，那个给上多少钱也是花不完，是不认得门的，回不来。你这样，假设他管着钱，有一天你生病了，他不给你钱，你怎么想？那我也肯定会很难过。对呀，这不就是答案就有了吗？同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答案，其实你们啥都知道，就是缺乏沟通。谢谢任律师啊！如果大家想找任律师做一些咨询的话，可以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，您可以向他们以及他的一些合伙人来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。我不知道为啥我心里特别寒得慌，39年的婚姻怎么能过到如此的，让人都觉得这个家没有人情味儿了？就你们2个人都没人情味儿，39年，60岁。就这个人生本应该开始活的是最精彩了，孩子大了，有孙子了，真的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，而且还在5年前，你们还有一笔巨款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人生最高潮的时候，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100多万的，你们怎么5年过后把生活过到如此糟糕？而且到现在上台来了，你们还在各自算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您是不是就没有选对人？但您不愿意承认，您还死守着这个人。到现在为止，您死磕，您到底跟谁死磕？您是跟他死磕，还是跟您自己未来可能还有20年或者30年的人生死磕？对，你死磕干嘛呢？我就得守着这个房子，你守着干嘛？你守着牢笼啊！他不守着那房子就让他卖了。我离婚啊，离婚分了嘛，分了再买个小的房子1居室也可以住嘛。不行，我大不了租房子，我去养老院嘛。生活有很多种方式，你守着那个房子干嘛？最终还是2半撇。你是守着那钱了，但那钱变得来全是不开心。老师，所以我觉得我想不明白您到底想干嘛。我也不知道我到底。所以我说的意思是，要不咱过不下去，咱离婚，不想去连累女儿，在女儿旁边租房子。同样对您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咱没有赚钱能力，咱能卖个乖吗？
在外面都多会卖乖的人啊，您就跟他卖个乖不就完了吗？哟，老婆，你看您今儿衣服真好看，亮闪闪的，您卖卖嘛，你又不是不会。卖了乖以后说，老婆，您给我50块钱嘛。您就笑脸要钱不可以，您现在就是要钱，您哪有要钱还恨的呢？您要不出来怎么办？换方法嘛，大哥，您自己想想是不是那里？多大岁数还卖乖了？哎呀，那我年轻人可以。来，大哥，在卖乖。大哥，您面对现实吧，您恨着要得出来钱吗？您都要到这台上，你也要不出来。您再跟他恨，您能要得出来吗？没事，老师，你给他做工作，回去再给我了，我这回对他好点。你快来吧，我给您做工作了呀，你别让你卖乖啊！跟你说，听话点啊，回家给点钱啊。哪有您这种说话方式？您这种说话方式，我跟你讲，我真劝他离。您就想想吧，您现在如果卖乖还能拿到钱的话，您就卖卖吧，因为大姐也就图个情绪价值了。所以最后你们俩自己考虑吧，方法给了，日子是你俩过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很奇怪。败家子永远有女人养，为什么我说你败家子？你说你妈90多岁，你有脸去要人的钱，你还说你卖不了乖，你太卖得了乖了。90多岁，你妈那边的钱你都拿得下手吗？她的本质我一眼就能看明白嘛，钱到她手上都挥霍完了嘛，现在要分房子，又要房子又要钱，然后让你去跟女儿那边住，你那个拆迁款儿女那边已经分掉了，这我知道。这我猜都猜出来了，你那钱肯定是儿女那边分掉了，但是房子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早走了，那房子他就挥霍掉了；如果他早走了，那房子就留给你的孩子了。所以你守着房子嘛，守就是为孩子守的嘛。对对，你这个手上有5000，你花5000；有8000，你花8000，这个钱肯定不能给你，只能保障基本的这个生存，是吧？那很简单嘛，你要每个月吃什么药，买什么烟，儿子负责烟，女儿负责药，就解决了，不用报销，给你买好送到你家去就完了。就是你的这个经历证明了一个什么事啊？20多年前就该离的婚，为了孩子忍有用吗？你琢磨一下。是不是20多年前就该离的婚？是不是为了孩子一直忍到了今天？以为自己只要靠忍，老了之后就会好，会好吗？不会。20多年前，哪怕10多年前离了，是不是也没这个事儿？所以，当你们进入一段不好的婚姻，该走的时候是一定要走。最后一个呢，我觉得你的心态不好。你的心态要调整一下，我建议你啊，多去交一些朋友，让自己的情绪得以舒缓。你心情好了，心态好了，你就不需要他来给你提供支撑了。你子女那边对于你也会放心一点。最后，我还想再说一句，你确定你的孩子需要那套房子吗？你现在守着那个东西，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吗？人不要被自己的执念害了一辈子。你年轻的时候20、30岁的时候已经被自己的执念陷在这段婚姻里面陷了那么长时间，未来的20、30年时间要不要继续被执念陷在这套房子里面陷进去？你再想一想。谢谢陆琪老师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需要找陆琪老师指点12，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。如果你标注的是爱宝的老粉的话，陆琪老师是不是还有课程送？好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你以后我就这个要求，回家你把每个月把药买点，把烟能寄我就寄了，行吧？老王，其实以前吧，可能我也是觉得，改变不了你，我也改变不了我自己，我也是现在就是说，家里面的一切生活开销吧，我也想让你给我负担一些，我一个人压力太大了。还是你管吧，我不想管，我不想操心，我能寄的尽量能好好的学，能把烟能寄我寄。不是你那个少收点寄了。啊，你那个烟抽了一辈子了，你多多少少抽点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说专横，你也体谅到我的难处，不要伸手就不难，心情好啥都好，行吧？你是那么说的，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做的。我会让你好起来的。你张口的那一声呢，你没考虑到我的难处。哎，你看嘴上说成这样了，把烟哥就寄了。老王，你都抽了一辈子的烟了，该抽还是抽点吧。
所以如果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咱就调顺一点，好不好？对老婆好一点，提供点情绪价值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你觉得大姐会听劝不出来吗？文老师应该会走。我觉得大姐肯定会出来。我觉得大姐不应该出来，是吧？你不应该出来才能够让人知道嘛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来吧，老李，来吧，老李。行吧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我会对你好的。什么这我都当孩子不跑，不哭了啊！行了，好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不哭。哎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两位，祝你们幸福。好了，祝他们幸福吧！让我们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，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